毫无疑问，日本国防部门的负责人以及文部科学省的负责人，在这一刻都是出离愤怒的。可是对他们来说，愤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因为这是对美利坚的愤怒。所以面对美军负责人的无理要求，他们甚至连反驳的勇气都没有。毕竟这件事情也确实不都是美利坚一方的锅，他们也确实是打着帮日本的名义才出的兵。现在出了事，日本肯定不能置之度外，但是日本认多少责任，就成了双方无法达成共识的事情。日本觉得这就好像两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司机相互之间出了事故，大家都有责任，不可能让任何一方承担全责认定。美军突击队员虐待自家科考队员，这种事要是没曝光，让自己忍一忍，那自己肯定忍。可现在曝光了，还让自己忍，自己怎么跟国民交代呢？于是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负责人鼓起勇气说道：先生，您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们的头上来，尤其是虐待科考队员这种事情，如果要让我们来背这个黑锅，我们怎么跟其他科考队员、科学家们解释？大家只是在文部科学省下辖的各个单位工作，并不是军人，就算平时工作捅了篓子，也应该按照正常民事商业流程解决。如果被他们知道我们会诉诸武力，甚至请求外国军队介入，那我们以后的信誉如何经营？国防部门的负责人也赶紧说道：是啊，先生，我们可以对外公开承认，是我们请求美方出兵，但美方需要就虐待我们科考队员的事情，公开给我们一个解释，这样也算是公平合理。美军负责人厉声呵斥道：公平？哪里来的公平？你们当初全国饿肚子，需要麦克阿瑟跑到美利坚国会来为你们要粮食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公平？当初你们凭借地缘优势，成为冷战桥头堡，得到我们不计其数的物资与援助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公平？妈的，现在需要你们背一口黑锅，你们就跟我说起公平来了。两个日本人顿时尴尬不已，虽然他们没在一起，虽然他们只是都在视频连线里，但两人还都不由得看向屏幕上的对方，希望对方能够想点办法来反驳这个美军负责人。可是两人谁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突破点。美军负责人逐渐有些失去耐心，冷声道：白宫很快就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了，我希望你们两个不要一直在这里耽误时间。如果这件事情给美利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，你放心，以我们的行事风格，后果一定会让你们10倍100倍的补偿回来。或许因为你们今天的坚持，某些日本公民会在将来失业，某些日本企业会在将来破产倒闭，这些需要你们自己尽快考虑清楚。如果你们不能决定，那就把事情汇报给你们的上一级，让他们来决定，我等你们20分钟。说完，美军负责人直接退出了视频会议。两个日本人尴尬极了，这种情况，他们自然不敢随便做决定。于是两人一商议，立刻将这件事汇报内阁，再由内阁给结论吧。有些事情不只是可以向下甩锅，也可以向上甩锅，只要有勇气摆烂就可以。跟自己的领导说，反正我就这一堆一块了，你看着咋解决吧。领导也没办法，最多也就是把自己开除。现在来看这件事，被开除已经无所谓了，只要别让自己背负家国责任就行。万一因为他们俩没把美利坚伺候好，后面美利坚报复日本，那他们不就成日本罪人了吗？到时候可就不是丢工作的事了，搞不好哪天也蹦出个枪男把自己干掉。内阁得到这件事的汇报，也不敢有分毫耽搁，立刻开始拉着全部成员开会讨论。就在内阁还在讨论该怎么办的时候，远在南极附近的吴飞燕也收到了消息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待了这么多年的南极，竟然也能成为全球关注的风口浪尖。而他也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，这一定与吴柏林有关。当初吴柏林离开之后，就去了乌斯怀亚，在左军都督府知事吴思远的帮助下，去了南极大陆。
吴飞燕收到消息的时候并没有很惊讶，因为本身就是让他们3个人出去找机缘，谁也不知道南极大陆有没有什么机缘存在。而吴飞燕也觉得要的就是这种出其不意的效果，否则如果大家都按照他的思维定势，有些角落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关注到。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吴柏林去一趟南极，南极竟然就出来这么大的事情。他目前还不知道南极的具体情况，只是通过新闻得知美军连夜带着武器装备登陆，而且还对日本科考队动手，但他不知道与吴柏林是否有关，而且他现在也联系不上吴柏林。不过不管这事与吴柏林有没有关系，他现在整个人的情绪已经变得十分紧张。破青会的驻地虽然极其隐蔽，而且几乎全建在一座无名小岛的地下，可他这种隐藏方法也只能应对普通的卫星和飞机。一旦哪国军队带着专业的探测设备在这上面无意间扫上一下，就会发现下面这座只露出一点点小脑袋的岛屿内部已经被挖空了。以前吴飞燕从不担心暴露，那是因为这座岛离南极大陆、离南美大陆都还有几百公里，南美洲本身就没什么人关注，南极就更没什么人关注了。它的岛屿附近没有任何旅游资源，也不涉及任何商业航线、民用客机、轮船，甚至科考队的轮船都不会从它这座岛的头顶或者旁边经过。而且他自己在20-30年前让人专门勘探过这周边，没什么石油矿产资源，渔业资源也不算丰富，再加上岛屿的所有权已经通过南美政府买了下来，不允许任何人私闯，所以他从不担心有什么安全隐患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美军在一夜之间就向南极大陆投放了上百名士兵，几辆装甲车，甚至还有自行火箭炮。这种现代火器的武力震慑，让吴飞燕一下就变得忐忑起来，因为他很清楚，一旦这里的一切暴露在美军这种大国军队面前，那下场只有一个，被征服。要毁灭这里，美军甚至不需要派兵，他们只需要多出动一些轰炸机，就能把这座岛炸成平地。至于这里的地下工事，就算能扛得住第一轮轰炸，里面的人和设施也不可能幸存，因为地下设施所有的空气都是从岛屿的地面用大型通风设备供应的。一旦地面遭到轰炸，里面修为不够的人只有死路一条。而且这里虽然距离南极大陆只有几百公里，但几百公里对美军来说简直不算距离。如果南极事态不断发展，万一美军的飞机哪天从头顶过一趟，发现异常，那就全完了。南极有南极条约的约束，他们都能毫不犹豫地杀过去，更何况自己这里。吴飞燕心里慌乱如麻，有一种生死存亡的危机感。于是他立刻找来吴天林，焦急地吩咐天林通知所有在美利坚和日本的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，让他们想办法搞清楚美利坚为什么出兵南极。我总觉得这件事很蹊跷。吴天林也知道事关重大，搞不好会牵扯到破青会的生死存亡，于是也立刻正色说道：英主放心，属下这就去通知他们。说罢，他忽然想到一个细节，开口道：对了，英主，据左军都督府前段时间例行上报的记录里提起过，大长老吴柏林去南极大陆，就是在海上搭乘了日本的科考船。美军这次对日本科考队下手，会不会跟大长老有关？提前祝你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。